空間的特點就是它沒有座位。假設你是進到一個咖啡廳，可能舞者其實就坐在那其中一桌裡面。台南因為充滿了各種有趣的空間，比如說安平樹屋、很多古蹟、大南門城，像一些老舊的房子，在原汁原味的空間裡面跟那個空間對話。其實你可以把現代舞當成是一個不曾去過的地方，就用感受去引導你。台南作為台灣最古老的城市，有一群舞者在台南的巷弄裡用身體說故事。今天我們邀請到稻草人現代舞團的藝術總監羅文靜老師，帶我們看看他們是如何把整座城市變成舞台。除此之外，文靜老師還會告訴你他私藏的台南一日遊清單，把絕美古蹟和在地人才知道的靈魂美食一次打包給你，讓美好回憶 check in 你的腦海。跟着延播 check in 台南。影片開始前，先訂閱我們的 YouTube 頻道，即享延播專屬優惠。大家好，我是稻草人現代舞蹈團的藝術總監羅文景。我在台南出生，是台南土生土長。國中的時候就開始念舞蹈班，大學就跑去美國念。之後呢，我就回來台灣，回到我的故鄉台南。這個舞團原本是我母親她成立的，叫做稻草人鄉土藝術舞蹈團。我回來之後，我把它改變了，從鄉土藝術改成現代舞團。掐指算來，已經快30年了。因為我母親是原住民，她是新竹縣尖石鄉梅花村的泰雅族，所以母親那個時候她的舞團啊，其實是比較在推廣，以前叫山地舞。我剛剛提到我念到舞蹈班嘛，那舞蹈班的話必須要學各種舞種，包含芭蕾、民族、現代，所以我學到了西方舞蹈，我就覺得哇，這現代舞好特別。傳統舞蹈它會有一個所謂的脈絡，就是它可能在講人民生活的一些狀態，然後用這些狀態去編舞啊，比如說豐收的舞蹈啊。現代舞呢，它就比較自由一點，而且它又很個人，你有自己的特色，你想要展現，你就可以融入在你自己的舞蹈裡面。比如說很抽象的、很哲學的，都可以放在這個舞種裡面。那當我有一個舞團之後呢，我就要把我發展出來的傳遞給也喜歡這樣子的表演風格的舞者們一起進來，成立了稻草舞團。我希望有一群人秉持着同樣的一個理念，比如說現在我是很關照現在的生活發生什麼事情，我會把這個主題呢放入到動作裡面，讓觀眾進來看的時候，他會連結說，哦，這個好像跟我生活上發生的事情很雷同。其實可以拿旅行來做一個例子。其實你可以把現代舞當成是一個不曾去過的地方，那你一定會先做功課，它的歷史是什麼，或是去到這裡之後我要去哪找什麼。那其實現代舞也是一樣，我覺得大家可以先事先做功課，就像你去旅行，這樣會比較能夠玩得盡興，知道了一些脈絡，你進到觀演廳的時候，你就會稍微理解。也許你可能跟你想象的不一樣，觀看的時候就是放開，就像你已經到了現場了，已經到了那個旅遊的空間了。有時候計劃趕不上變化，就用感受去引導你。我在國外念書的時候，就曾經接觸過所謂的特定空間表演，就是我們是離開劇场空間，然後我們到非表演空間，然後非常日常的空間，比如說可能街道啊、餐廳啊、古蹟啊，甚至廢墟。台南因為充滿了各種有趣的空間，比如說安平樹屋、很多古蹟、大南門城，像一些老舊的房子，像我們就曾經去過在台南已經至少半個世紀以上的建築空間，做剛剛講的特定空間表演，在原汁原味的空間裡面跟那個空間對話，為那個空間特別編舞。它沒有座位，假設你是進到一個咖啡廳，可能舞者其實就坐在那其中一桌裡面，現在可能叫做沉浸式表演，會有不同程度的即興，因為你不知道觀眾會站在哪裡，因為他可能站在你的表演區，那你不能趕他，這個時候即興就出來了。舞者的臨時反應就是你必須要在這個過程中，既不会改變你的表演感覺跟動作，你又要去化解這個危機。台南市立圖書館新總館，它是一個非常漂亮的大型圖書館。如果走到1樓的話，會看到它有一個非常漂亮的大型的裝置藝術，像紙一樣飄落的感覺。其實它還有一個很大的特點是它的紅色樓梯，有很多的藏書，也有咖啡廳，你可以在那邊休息喝咖啡。那我們的舞團剛好在去年台南藝術節的時候，跟台南市立圖書館做了一個結合，做特定空間的表演。其實這是一個非常難得的，因為圖書館是一個寧靜安靜的空間，它其實比較不適合做表演，因為表演是需要一些聲響啊。我們這個作品呢，帶着觀眾在圖書館閉館的空間旅行，從6樓一路跳到1樓。
大南門城是位於在台南市中心哦。我們之前在那邊表演的時候啊，有觀眾就是說我找不到大南門城，因為它非常特別，是它是在一個公園裡面，它是台灣唯一的一個甕城，它有城跟城牆，然後它其實那個牆是把這2個城門圍起來，就像一個甕一樣。所以大家來到台南可以去到大南門城，它是3級古蹟。稻草人舞團呢曾經在那邊演過2次，大家就進到甕城裡面，我們把大門一關，城門一關，坐在裡面感受非常特別的表演，因為我們還有現場演奏，是一個很有時代感、時空感的一個環境。全美戲院呢，是我小時候的記憶。以前院線電影啊，有時候我們會來不及看，或者是比較貴，我們就會等它下線的時候啊，因為那時候全美是專門在播2輪，然後而且它是一次播2片。今年呢，我們在年底的時候呢，會跟全美戲院做一個非常獨特的表演，就是我們會去在現場播放舞蹈影片，同時我們會在現場也有舞者跟影像互動做表演。嘉利畫廊呢，它應該有50年以上的歷史。它原本是老房子，後來呢，杜昭賢一個藝術家，他把這個老房子改建成一個藝術空間。進到這個空間的時候，你會看到老房子的結構。以前的房子是狹長型的，然後它也有天井。就在2009年，舞團就有曾經在那邊做過特定空間表演。今年的5月，我們會在嘉利畫廊做演出制作，叫節之屋。我們會把這2層的空間改造成一個節，5個舞者，然後每一個舞者呢都有自己代表的一個打不開的結。過程裡面你會看到每一個舞者會在嘉利畫廊不同的空間裡面去塑造屬於它的結界。你們進來就會覺得這個空間不太一樣哦。後面這些呢，就是我們的做出來的這些結。進到表演場呢，你就可以看到它變成什麼樣子。我非常喜歡台南，是因為台南的生活步調其實非常的優雅緩和，比較有人情味，它非常的生活。台南的藝文風氣其實非常的盛行。台南就像萬花筒一樣，充滿了很多可以很當代、可以很前衛、可以很自由，也可以很傳統的城市氛圍。那台南的美食是不得不說，一定要特別介紹的。每一次如果像我跳舞跳得非常累，那很想要吃比較有蛋白質的，我就會去吃阿联羊肉。那我喜歡吃的是它有一個就是炒生筋，它是芹菜炒羊筋，我觉得它對筋骨也很好，所以我非常推薦。羊肉湯也非常好喝，它有大骨清湯，它麵線也很好吃，炒羊肉也非常好吃。神武日本拉麵其實是因為離我家很近，我覺得它的口感沒有那麼重。有些日本拉麵會比較重口味，那我很喜歡它可以選擇口味的那個濃淡度，然後它也非常清爽。我一定會點他們的鹽味拉麵，然後還有就是我非常喜歡吃它那個炸甜不辣，非常好吃，脆脆。我喜歡那個炸的那個口感，燙青菜也很好吃。浪浪別哭，我會想要推薦是因為我本身是動物愛好者，自己有養了一隻狗。關於他們的理念，我非常贊同，讓這些浪浪可以被大家看見，然後收養。當然，他們的餐點其實也很好吃，我很喜歡吃它那個海鮮麵，非常好吃。然後你不會覺得說它就是只是為了給動物開的餐廳，然後好像食物不好吃，其實不會哦。你在吃東西的過程中，你會還有其他的浪浪陪伴你，他會教導你們非常正確的跟動物互動的方式。你不是只是去那邊玩狗，你是會去理解那些狗的。非常推薦大家呢來到台南可以來吃我的口袋名單，歡迎大家呢能夠來到台南參觀台南非常美麗的這個城市空間，那也可以關注我們稻草舞團的活動，吃美食、逛古蹟、逛街，然後看表演。也歡迎大家訂閱我們煙波的 YouTube 頻道。煙波 Check In 台南，吃喝玩樂一把抓。訂閱我們，帶你認識更多台灣在地好滋味。我們下支影片見啦！
我今天來到煙波飯店，帶着我們稻草人現代舞團的團員一起來吃早午餐。今天我吃了2道非常喜歡的，就是呢黑松露海藻蒸蛋，特別的地方是因為它有加了那個黑松露，口感非常不一樣。另外一道呢是櫻花蝦鯽魚麵線披薩，是用麵線然後把它做成披薩的樣子，真的很特別，很好吃。跟我一起來的團員們，他們其實有很多他們自己喜歡的餐點，就請他们一起來分享。胡麻豆腐非常非常好吃，上面加了这個瓦薩比啊，口感非常非常棒。我最喜歡的餐點是冬瓜銀耳露，吃起來不會太甜，很清爽。我最喜歡的餐點是米糕，很特別，是它可以自己用，很多東西可以摻在裡面。極地蟹黃海珍粥，早上比較沒有什麼機會吃到比較中式的早餐，今天吃的就很開心。最喜歡的餐點是米其林的雞湯，喝了那碗雞湯以後就覺得身體慢慢暖起來，讓我覺得很舒服，然後等一下可以又好好的回去排練了。大家如果來台南呢，一定要來煙波大飯店來吃早午餐，地理位置非常好，旁邊就有很多可以逛的景點，來這邊吃早午餐非常適合。